起不灭的火，地平线尽头裂开一道缝，星辰都失控，坠落苍穹。命运的回合，管什么规则？张扬的红是我的本色，妄想让我臣服，谁都不够格。你天的心才是我选择。会追寻什么？它变成山河，信念如火，燃红着夜色，让我的歌将这场变得星河。巨星的声音会同我不合。世界不该被谁掌控，分明都有同样的面孔。烙在我命中，不卑不屈，不甘平庸，无根之后，终将败终。重启的回合，我定我规则，黑暗不会让灵魂褪色。是人是魔，是努力，是酒是真，都不能当我心的狂热。踏平的坎坷，劈开这夜色，等待晨曦点亮了天河。翻腾黄河，在最黑暗的时刻，让我来改写天地的法则。他们家的包子实在太好吃了。但是这队伍也太窄啊！哎，白菜几个月前才开始在这里卖包子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哎呦！终于找到了。从北山矿场逃出来的奴隶，还记得本大爷吗？李哪吒，不错，本大爷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李哪吒。竟然追到了这里！你们以为逃出了矿场，事情就结束了吗？太天真了。怎么办？白菜，你快走，我来拖住他。不，我们一起走。哎，等等，我的表达方式可能不太对。总之，我不是来找你们算账的。我是一个人来的。那个阿狗在这里吧？我要见他。他不在这里。不在？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怎么可能？别装模作样，快找他出来！是真的，他不在这里。为什么？他离开矿场都快半年了。不知道，我们离开时和他约定好了要在这里见面，开这间包子店，其实就是为了等他。但一直到现在，他都还没出现。你不信的话，就自己进去看看吧。真让人惊讶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王子殿下便已掌握了炼气术的基础了。哼，老师悉心教导，我自当尽力学习。所谓的心眼，
就是洞察天地灵气的一种独特天赋。殿下拥有透彻的心眼，修习上乘的炼气术，可谓是指日可待呀。我定不会辜负老师的期望。哪吒，倒是你，最近怎么如此不专心？为什么呢？都3个月了，还是没有阿狗的消息。哪吒，我和你一样，都很想立刻找出阿狗，将他碎尸万段。放心吧，义父正在全力追查他的下落，相信不久之后就会有结果了。别乱说，我跟你想的根本不一样，这里一点都不好玩。我走了。哎，小宝贝儿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不要管我！老师，看来哪吒之前受到的心理伤害，到现在还没能平复。看来要对他好一点才行。过了这么久，还是没有消息，其他人真是靠不住。本大爷只好亲自出马。哦，阿狗在矿场里有几个很亲密的朋友，我认得他们的样子。看来要找到他，必须从那几个被他放走的奴隶着手。于是我到处打听，辛辛苦苦地找了3个月，终于来到了朝歌城。然后我顺着人潮过来，没想到就撞见你们了。想不到这孩子毅力非常惊人啊！阿狗那个家伙吊打我整整3天，我是绝对不会忘记的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找到他。哪吒，阿狗虽然曾经对你做过一些过分的事，但你现在不是安然无恙吗？我替他向你道歉，你就别找他报仇了，好吗？我做1笼特制包子给你吃，就当做补偿吧。唉，你们完全搞错了，谁说要找他报仇啊？知道吗？我从出生以来就没遇到过任何危险，完全没有。矿场里所有人都怕我，但阿狗不怕，反而教会了我很多宝贵的东西。我千辛万苦的找他，只不过是为了表达出我内心的尊敬。你们是不会明白的，这叫不打不相识，是男人之间的激情。既然他不在这里，我留下来也没意思。你们如果见到阿狗，记得叫他小心避开神族的搜索啊，被抓到可就不妙了。啊，好，阿花，我们走吧。居然连他们都不晓得阿狗的下落。那接下来要往哪儿找呢？我们的行踪被发现了，白菜，要不要把店关了，暂时避避风头？哪吒似乎没有恶意，应该没关系吧？话说回来，他到处找阿狗，至少证明了他已经逃出了矿场，而且并没有被神族抓到。江少也在查阿狗的下落，到现在同样没有消息。他早已离开了矿场，只是因为某种原因，暂时还不能来见我们而已。不过阿狗究竟跑去哪里了？居然连神族都找不到他。可能正在某个地方吃喝玩乐吧。他这个人是静不下来的。你们要把我带去哪里？快走！这些人都是和我一样被抓回来的吗？未免也太多了吧！我看至少有近100人。从服饰来看，他们应该都来自不同的地方。
你们要并肩作战呐！这些阴阳怪气的家伙，一副垂涎欲滴的样子，到底在期待什么？不妙！所谓的血祭之夜，只要是现在，石心要把他的收藏品一口气杀光。小兄弟，你是从哪里被抓来的？北山，这位大哥，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？王者之都，俗称鬼城。传说住在这里的居民是一群受到诅咒、永生不死的怪物。诅咒？我听说，他们会在月圆的夜晚化身为尸人，疯狂地吞噬所有活着的生命。那是什么鬼东西？该死，老子就不该贪那笔钱，这次恐怕要赔上性命了。所谓的诅咒，该不会是指王者之印？难道说，这些活死人通通和石行一样，都是不会死的怪物？这怎么可能？月亮出来了！勇敢的男人们，拼尽你们的力气，试着击败我吧！他果然来了。明日天亮之时，仍然活着的，我就让他离开王者之都。自由是要用鲜血来争取的，不是吗？嘿嘿。啊！被血色染红的夜晚，太美丽了，我们要尽情享受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该死！石行这混蛋，说什么用鲜血换取自由，但这些人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？这只是一场血腥的大屠杀。露出真面目了吗？怪不得我觉得这些家伙不是人。原来是一群吃人的丧尸。大家快跑！快跑！怪物！是谁开这么大的玩笑？竟然用王者之意将整个城镇的人都变成这副鬼样子了！我要吃！吃就给我吃屎去吧！太惊人了！你小子竟然已经能够随心所欲地使用神力了吗？即使是神族之人，也
无法在天启后的短短几天内办到。这小子绝不是泛泛之辈。经历过天启之后，神族成员就会从8种不同的神力类型中掌握其中一种神力，那是终身不可改变的。现在我确实感觉到了无色界神力。父王就是死在这股力量之下。此刻的我能够发挥到什么地步？足以战胜狮形吗？神隐部最强战士，我们来完成先前的战斗吧。我这就结束你的生命，让你身为战士的荣耀永存。你被我困在牢里已经整整5年了，为什么选在今天？我说过，当时机到来时，会第一个让你知道。子玉叔叔，你就是武庚，我哥哥子收的儿子。我一直在等你。子玉，让你受苦了。妲己，当时朝歌城一别，终于又能见到你。这是梦？是，也不是。我在现实早已化为飞灰，只能以这样的方式与你相见。是吗？你……我是来拜托你，替我做一件事的。现在的我，还能够为你做什么？救我的儿子武庚。不是现在，是在未知的将来。某一天，他会出现在你面前，并且一口叫出你的名字。武庚吗？若是遇到这样一名少年，你就知道他是我的儿子了。但他怎么会来到鬼城？这是不可能的。空时界神力能够让我窥探命运的缝隙，但却无法看清全局。我们都是命运的碎片，当时机到来，所有的碎片齐聚时，完整的图画才会出现。子羽，在遇到我儿子之前，你一定要坚强的活着。他的出现，对于你来说，同样也是转机的到来。我答应你，一定会好好照顾他。谢谢你。我一直觉得命运对我很好，
在离开神域之后，虽然遇到很多危险，但始终有2个人愿意为我做任何事。一个是王，一个是你。刚才的梦显然是虚幻的，那这空气中残存的淡淡花香又是怎么回事？妲己是否真的造访了我的梦境，亦或是我产生了幻觉？我记得梦中每一个微小的细节，支撑着我度过漫长的牢狱岁月。我得耐心调养自己的身体。如果妲己所言属实，破关而出的时刻，总有一天会到来。如今，预言中的那个人真的出现了，而我等待已久的时机也终于如约而至。吴刚，我想知道有关于你的全部事情。现在我们得先处理眼前这些家伙，之后再慢慢告诉我吧。你体内应该有着你母亲所留下的天赋。吴刚，你是否能够运用神力？可以，我不久前刚经历过天启。很好，那我们可以并肩作战。这些丧尸是一群不会死亡的狂暴凶灵，他们不会感到痛苦或恐惧，常人的力量不足以战胜他们，但掌握着神力的你应该没问题。我来对付实行，他们就交给你了，办得到吗？办得到。好。朋友啊，原来你认识这个小子吗？实在是奇妙的巧合呢。但你似乎是为了救他而来，并不是真正的准备好和我决一死战呢。告诉我，你的炼气术恢复的怎么样了？足以打败你。哦，那太好了，希望你没有骗我。石行大神，您回来了。这次有什么收获吗？似乎是人类。人界的顶尖高手，大剑是子羽。哼，他是我一生中遇到过最强的对手。不惜任何代价给我治好他，绝不可以让他死，知道吗？石行大神放心，他死不了的。这座城里的活死人们似乎掌握着某种奇特的医术，经过连续数天的密集治疗，我终于捡回了一条命。然而我不明白，石行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地抢救我？我全身上下的经脉尽数被天锁镇上，一身修为都已被废。对于修习炼气术之人来说，是为破气。统统出去！我有话和他说。想不到我们有机会一起坐下来喝酒聊天，你说好不好笑？为什么要救我？因为我要和你再打一场。对于战斗，我可是非常执着的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还有可能和你再战一场吗？你这是在浪费时间。是吗？你会就这样一蹶不振？
杀过太多人了，各式各样的人我都见过。有些人遇到一点挫折就会马上放弃，他们的眼神很容易分辨，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。但你不是这种人，大剑士，我知道你会拼命挣扎，和命运搏斗。听起来没什么依据。哼，我的直觉一向很准，留着你，总有一天会给我迎来巨大的惊喜。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，你就会死。你追求的是灭亡吗？灭亡？是吗？那是一样我永远不会得到的东西。但或许正因为得不到，才有追求的价值吧。大剑士，如果你有天能够让我尝到灭亡的滋味，那我真的会非常高兴啊！难得的好酒，献给你们。你的炼气术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实习，我们之间需要说这么多废话吗？没错，你说的对。像我们这么要好的知己，是不需要说任何废话的，只需要忘我的战斗。思雨叔叔，吴刚，不要慌张，记住你自己的身份。你是大商国王子，即便国已亡，亦要保持气度。眼前的敌人不值得你动容。虽然不想承认，但实行的直觉是对的。修习已久的炼气术被废，那也只能面对现实，从头练起就是了。现在多的是时间。首先，必须耐心地去修复错乱受损的经脉。虽然很吃力，但曾经四散的炼气仍一点一滴重新凝聚起来，化为古剑。我发现，把以往的一切推倒重来，对于剑道反而有新的领悟。如今练成的剑，只会比以往更强大，更霸道。全心全意地沉浸在修炼之中，不知不觉间，千锤百炼的古剑已接近攻城。但要练成最后一块碎片，去路之前要困难许多倍。我并不想在这个修炼的关键时刻出去和世行决战，但我无从选择。面对这避无可避的命运，我只能坦然面对。只是我隐约感到有些不安，这把未臻完美的炼气之剑，是否想与世行匹敌？剑气，流星。
恐怕已经远在人界顶尖炼器大师李靖之上了。朋友啊，你果然重拾昔日风采了，但你的实力不止如此。火影，这就是你压抑了5年之后第一次爆发出来的怒火吗？很好，我要把你的怒火统统吃掉！你绵密的剑势无法压制他那狂暴的修罗界神力，而且他的身体能够轻易承受致命的重伤。朋友啊，活在世上最值得高兴的，莫过于找到旗鼓相当的对手了。我已经兴奋得发抖了，竭尽全力吧！我会让一切终结，你长久以来的痛苦将会埋葬于此。太痛快了！我一直都在等待这个夜晚呢。思雨叔叔和石行的力量平分秋色，但石行这混蛋拥有不死之身。如果接下来演变成持久战的话，但这种层级的战斗，我能插手吗？不管了。这些混账怎么还没死？就凭思雨叔叔这么厉害的剑气，都杀不死他们吗？不，他们早就已经是死人了，所以就算受到致命伤，也不会死去。胖子，错了，是风流潇洒云中子。你怎么会过来？我运用独特的手法追查，一路找到这里来。逃离神影部之后，大家都分散了，一直到处打探其他同伴的下落。大家怎么样了？外公还好吗？技师被神族抓走了，其他部众四散逃命，具体情况我也不晓得。等等，你的左手呢？晚点再跟你解释，先告诉我，阿兰呢？他怎么样了？不知道，我回神影部的时候，并没有见到他。总之，没有看到他。外公被抓走，阿兰下落不明。如果还活着，
我一定要找到他。首先得保住性命，离开这座该死的围城。这些家伙非常不好惹，本来都是有血有肉的人，但却背负了世上最恐怖的咒文，才变成现在这样，成为一群嗜血的不死怪。他们原本是正常人。这是一段非常可怕的过去，也是当今神族暴政的最佳写照。数十年前，鬼城曾经非常繁荣，它是旅客和商人们横渡大沙漠必经的中途点。这座城市的主人是一名善良而仁慈的神，他深受民众拥戴，只因他从未将人类当成奴隶看待。他就是当年的石行。但石行对人类的仁慈惹怒了天，于是他命令大祭司星月葵施以惩罚。那个惩罚就是王者之印。在一个月圆之夜，整个城市的人都燃烧起来，非常痛苦，非常惨烈。他们的哀嚎声，据说远至神域都能隐约听到。被富有咒文力量的烈火燃烧过后，他们的身体不再属于这个世界，他们的灵魂永远不能安息，他们永远不会再感受到世间的温暖，连地狱都拒绝接受。石行从此变成了一头怪物。这就是猎神之神的故事。所以说石行原本真的是一名善良仁慈的人，不是说笑吧？王者之印扭曲了他的精神层面，使他变成了眼中只剩下杀戮的疯狂之神。我明白了，之后石行就执掌6部中的暗部，负责猎杀所有的叛神。主要的目标当然就是我们神隐部了。没错。好了，故事讲完了，快点逃命去吧，我掩护你离开。不，我不会逃走的，我可以作战。现在可不是逞强的时候，你不只断了一条左臂，连祭师赋予你的混沌之火都没了，还想做什么战？可我现在这些家伙是打不死的，我都不晓得该怎么收拾他们。以往在神隐部的考验，老子是让着你的，知道吗？别以为你真的很能打，想活下去的话，现在就给我走！想吃吗？老子做东，今天就让你们吃个饱！苍龙翻江！云虫子认真起来了，这才是他真正的实力。小子，还等什么？还有什么新招式？让我再尝尝。我已经被你砍了几百剑了，实在是太痛快了。
体内的炼气虽然化为利剑释放出来，但被你吸收回去后，又可以再次凝聚，循环不息。既然如此，暗狼，吃掉他的炼气！竟然可以吞噬我的炼气，这样下去，我将会不断被削弱，逼不得已。你的狼是吞噬不了我的。怎么回事？我刚刚感受到的，难道是恐惧？朋友，你这把剑很不寻常，我能感受到一股高傲之气。它可有名字？诸天。师行，此剑锋上的炼气之火能够焚烧你的神元，毁坏你的不死之身。焚烧神元的剑吗？原来如此，怪不得连我都感受到如此巨大的压力。这是一柄专为杀神而炼成的剑呢。你将会死在这柄剑下。我这5年来的等待实在太值得了，就是现在，我要破了你最强之剑。打剑士一决胜负吧！怎么搞的？是谁介入我们的战斗？竟然能够压制我和石行，这股力量是由谁发动的？难道是五更？怎么回事？嘿，原来是这小子！真没想到，五更所觉醒的神力，竟然是……好奇怪的感觉，完全不觉得有任何东西能够伤到我，就像站在世界的顶峰一样。石行这笨蛋，刚才对本大爷说什么来着？先帮我攀上顶峰，然后再击溃我。只怕我爬得太快，你未必跟得上吧。五更他正在催动无色界神力，力量之大，简直前所未见。云中子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是不会逃走的。6日前才刚经历天启，现在就能够运用自如地催动神力，而且力量之强，已经接近大神级数。这种成长的速度极不寻常。大祭司，你们终于来了。急召我们前来，所为何事？有件事让我感到很不安。
希望你们能够为我分忧。大祭司，分忧这事，我最擅长了。只是才刚讨伐了神影部，更顺利得到了伏羲的眼睛。还有什么事可以让你感到不安呢？过来，这是王者之都的情况，你们自己看吧。哦，实行那家伙又在玩杀人游戏了吧？每个月圆之夜都是如此，他玩不腻吗？不，你们看那个少年，他是人类，却在运用神力。他是……我认得这小子。他叫武庚，你们先前在北山矿场的时候见过他一次。伏羲就是因为他而泄露了神影部的行踪。他怎么能够使用神力？我真没想到，神族和人类混血的剑种竟然能够存活下来。我原先并没有将他放在心上，如果被石星玩死了，那也是他的命运。然而现在我明白了，他的母亲是新月湖，外公是伏羲。命运的巧合让人难以置信。纣王的余孽，这下子事情变得麻烦了。我真的非常为难。他是我的外甥，是我妹妹在这世上仅剩的血脉。念着这份情谊，我很想放他一马。然而神族的纯净血脉，不容许被任何人玷污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要他死。石行曾经有绝佳的机会杀死武庚，但并没有把握好机会。他太执着于战斗的乐趣，或许已在不知不觉间犯下了大错。哼，难以控制的家伙。武庚若是能活过今晚，恐怕将会脱胎换骨，变成一个可怕的敌人。所以我才希望你们出手剪除这潜在的祸患。哪里好笑了？同时出动我和追日，就为了对付一个人类少年，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？更何况，石行这头怪物，恐怕是不会被打败的吧？光凭他一个人，当然不可能战胜石行。但若是加上另外一个人类呢？还有其他人类？炼气术高手，大剑士子羽。这混蛋怎么还活着？当年他虽然在天的攻击下存活，但已然变成了一个废人。朝歌之战结束后，石行偷偷把他带走，暗中治疗他。说到底，还是我太过纵容石行了。当年一时心软，才酿下了今日的祸患。妹妹，你都已经不在这世上了，为什么还要继续和我作对？但他终究只是一个人类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太极大神，我们不能再轻视人类了，任何风险都必须全力排除。5年前那一战，不就是一次深刻的教训吗？哼，老子是被不死鸟的原始界神力所压制，跟商纣可没有什么关系。也不尽然，纣王有着不凡的资质，才能发挥不死鸟的力量。如今他的儿子能够成长到这种地步，并不是意外，而是因为他也继承了这份资质。大祭司说的没错，我们不应该再轻视人类。祖先们在10万年前几经艰苦，才驱逐了那些该死的民族贱种。
进而得到天下。然而10万年后的今日，我族成员却都习惯了享乐，哪里还有当年先祖们支配天地的尊严与傲气？是时候整顿一下这样的风气了。就拿我的外甥这小子开刀吧。你们去吧。小子，你真受不了，这几天都没有好好休息。但眼前还有太多的事要做了，要去找孔雀，去找外公，去找阿兰，去找那些失散了的伙伴，还有我最重要的人，白菜，我的老婆。我们怎么能继续在这里浪费时间呢？你说对不对，云中子？是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了结这件事。跟他和以前相比，简直判若两人。果然和伏羲说的一样，这小子真的在和神族的战争中被猎神之神给唤醒了。老朋友啊，只可惜你无法亲眼见到。不妙，鬼阵无法承受这股力量，开始崩塌了。从未见过这种家伙，就被我击倒了好几次，但重新站起来之后，都会变得更强。难道说我已经找到了一块稀世珍宝吗？五色枪是挡不住我的，我马上就击碎他！阿郎，击碎他！石行，你不是说要打碎本大爷的无色墙吗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这小子的实力竟然增强了数倍，就连暗狼之牙也无法攻破。不知不觉间，你变得一点都不可怕了。小子，你绝不是一般的人类，你到底是谁？他就是纣王之子。5年前，你们杀掉他的父母，为了他的家园，但他还是坚强地活了下来。五更，助我一臂之力。在我的全力压制之下，思雨叔叔始终能够发挥实力。石器，你背负这个被诅咒的身体已经太久了，想必承受了我无法想象的痛苦吧。身为我的朋友，现在就让你解脱。这是一个神奇的二维码，打开微信扫一扫，开启新世界的大门。这里有剧中看不到的美人福利，提前爆料的精彩剧情，从此更新不等待，超多内容看到爽。100万5更都在看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哼，我在微信等你哦。
记忆渐渐远近也已不见回首，鸟儿掠过了岸边流，冷冷的笑化作绕指温柔，再见之后又有几个秋，那天的烟火绽放在你的眼眸，我的心头，旅途中你有一个人走，在天留名偏遥，溺水心中不想不灭不明不暗，不如春风吹入了谁的梦，不想不灭不惊不想不顾一切失败转头成空，轮回往复之间多少心连山面谈之间，是火把三千，在那万人生活之间。